这次购买一个模型可以还原2个形态，实现双摆的一个造型。那么今天咱们来玩的是毅力创玩推出的太阳星神阿波罗，蓝湖正版授权宇宙星神的一个系列 IP。毅力的选角呢也很巧妙，这次选用的是阿波罗，也是剧中强度跟热度都属于一流的一个角色。咱们打开盒子，在内核处有一个阿波罗的角色线稿，在线稿的背面呢是一个背景板，背景板上面印有阿波罗的日冕之光的必杀图案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来看本体。首先，在阿波罗的本体方面呢，采用的是原剧中的一个形象，但是呢，有进行一定的调整和魔改。在四肢方面呢，腿部进行了拉长和加粗，然后在外甲上呢，也是增加了很多的刻线，来增加它的一个细节。在白色外甲处呢，因为这个是测评件，所以说它是白色的。在大货中呢，官方会调整成一个银色的涂装，也就是说，在大货中呢，白色外甲会是一个银色的效果，整体会更接近于剧中的一个样子。在球形外甲上面呢，采用的是金属红的涂装，这个整体发色是非常好看的。同时考虑到组合度，所以说本次涂装呢，采用的是单面板喷，在组合的装位部分呢就没有漆面的。而在动漫中最引人注意的，肯定就是阿波罗的那个大翅膀了。本次在翅膀方面呢，采用的是一个装位连接的方式，连接在后裙甲部分。翅膀为了还原剧中的一个光翼形象，采用的是一个黄色的透明件。同时，翅膀的尺寸也非常大，光它的宽度就已经达到了30多厘米。当然，翅膀并不只是一个摆件它是具备可动的。在光翼的根部呢，采用的是齿轮固定的一个方式，解锁之后呢，光翼就可以进行上下的一个角度调整，而固定之后呢，整个光翼就会固定在这个角度，就类似于大家平常使用的支架。整体的牢固性呢还是不错的。在翅膀的后方呢，设立了一个剑鞘部分，这个剑鞘是可以直接安装日冕剑的，安装呢是通过拔插的方式。咱们来看一下日冕剑本次的一个造型设计，从握把到剑刃部分呢是进行了2段的内收，从宽到细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曲线。在动漫中呢，实际上是只有1段从宽到细这一点的话算是一个小的一个修改。整把剑剑身跟握柄呢全部带有玉涂装，整体的漆面非常好看。说到日冕剑的装甲部分呢，也有一段展开机构，可以展开露出内部的一个金色细节。同时，本次阿波罗呢也是以第一次采用铁骨玉组装的一个方式，在手肘以及大腿这种沉重的关节部分呢，全部都是附带铁骨的。核心关节呢是铁骨，在外面呢也是有做到一个骨架的内构的。相信大家应该也看了别的测评视频在骨架的部分呢，本次因为是测评件的原因呢，是有一定组合度的问题。组合度问题的话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在大货中呢会进行优化的。因为有了铁骨的加持，所以说整体的重量也来到了500克，也就是1斤的重量。也正是因为有了铁骨，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光翼背包背起来也是完全没有负担，自主站立没什么问题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头部，本次头部呢是已经经过修改了，相较于展会中呢修改的更加还原剧中。头部的这个黑色细节呢是一个转印贴纸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贴或者不贴。同时头部这边呢也是采用了大量的涂装和分件来进行还原的。头部这边呢也采用了一个磁控灯组，只要一吸就可以进行点亮了。我这边展示的呢是眼睛这边没有贴贴纸的，实际上它是有给到一个眼睛的贴纸，可以进行提亮。贴纸呢在不亮灯的情况下效果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在点亮灯之后呢效果就没那么好了。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喜欢灯的话就可以贴贴纸，如果喜欢灯的话可以不贴。在胸口处呢采用的是一个按压式的灯组，按压之后呢就可以点亮灯了，带有呼吸灯和常亮2种模式，并且本次这些灯组的电池呢在大货中呢都是会附带的。在手型配件部分呢，这次给到了斜握手、握持手、剑指手以及开掌手和握拳手，手型数量一共是5对。本次呢是有给到斜握手型的，这个是非常加分的一点。所有的手型呢全部是大拇指单独可动，手指细节刻画呢还是不错的，手背甲这边也是有给到涂装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可动部分。首先呢，阿波罗的这些球形外甲部分呢，全部都是有可动配置的，也就是说，它们每一个部分呢都是可动的。比如肩甲这边呢可以拉出进行旋转活动，小臂甲呢有一段外拉，并且也是支持旋转的。腿部的2个外甲呢，同样也是用机械臂进行连接，旋转以及拉伸的角度呢都是可以自行调节的。大腿外侧的这个装甲是可以拆下的，里面会有一个孔洞，咱们这边呢是可以安装上一个外甲零件，将这个孔洞填补上。大家如果不喜欢腿部那么臃肿的话，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安装方式。肩膀处呢是有一段外拉的关节，可以进行手臂的一个内缩跟外摆，同时呢整个手臂的平台是可以超过90度。手臂曲轴双段的关节，在手腕处呢同样设立了一个可动关节，可以上下调整角度。这个角度设置的就非常巧妙，因为它配置了一个斜握手型，再配上手腕的这个可动关节呢，这样子咱们在摆握剑造型的时候，剑身就会自然的下垂，整体的观感呢会好上不少。摆一些这种横剑的动作呢也是非常自然的，特别是搭配上这个剑指的手型非常帅。上半身呢因为塞入了灯组以及造型的原因呢，弯腰的幅度呢就不算很大了，侧腰和旋转的幅度呢大概是这样子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在前裙甲的部分呢，是有一段展开结构的，下拉就可以露出里面的金色纹路。胯部呢设立了一个下拉机构，在腿部下拉之后，前踢可以达到90度。
后踢大约是在45度，侧踢90度没有问题。腿部弯曲幅度大概是这样子，并且本次腿部呢也是有设立一个联动机构的，随着腿部逐渐弯曲，大腿根会进行一个装甲的一个位移，膝盖甲呢也会进行展开。脚部这边呢，上方的红色零件是会进行避让的，整个脚部的活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，侧摆也没什么问题。那视频开头所说的双形态，那怎么实现呢？大家如果看过动画的话，应该知道蓝狐那个动画实际上是一个赛博压缩技术，所以说想要实现单体变形是很困难的。那本次呢，就给到了一个单独的一个球形态以及一个半身的胸像来进行展示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实现一个球形态的一个样子了。而作为特点呢，会额外附赠一个日冕键，这个日冕键通过接口呢，可以直接安插在咱们这个球形态上面，并且这个爆发的光翼呢，也是作为特点会附赠的。这里要提一点，本次的地台呢也是全新规制作的，地台上面呢也有给到一些预组装的零件，同时侧边展开呢是可以收纳的，咱们可以收纳一些手型的配件，两边呢都是可以展开的。支架部分呢也是采用了一个锁定机构，可以解锁来调整一些角度。支架通过连接键呢也是可以直接支撑咱们的球体的，所以说一个模型咱们可以实现双摆的一个样子，摆在柜里面也是比较好看的。可能有人会疑问啊，那么特点的这个爆发形态光翼呢，与正常的这个光翼是不是一样的？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除开透明件不一样以外呢，所有的可动机构以及它的这个结构呢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两个光翼是可以交换使用的。比如说呢，你想将作为特点的爆发光翼安装在阿波罗主体上面，也是可以无缝切换，完美的安装上去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次是真的量大管饱，涂装给的也多，然后配件给的也比较多，双形态也都给了，也算是圆了童年的一个梦了。作为一里创完第一款带铁骨的大鼻模型呢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完成度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满意的。关于骨架的组合度以及白色的漆面问题呢，在大货中全部会进行一个调整的优化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大货的一个样子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罗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阿波罗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